这事我真干不了了，你还是找别人吧。我最近老是做噩梦，我总感觉有人来盯着我。不是，绝对不是错觉。以后我们也不要再联系了。这次走了，我就不会再回来了。 准备。我们是沿港市国家安全局的，现在要求你配合我们调查。孙晓彤。 您哪位啊？我们接到通知，目标人物就出现在你手机点位的附近。我会把他的照片和定位发给你，你跟紧他，直到支援小组到达现场。啊，可是我现在正准备去报道呢。任务紧急，一切服从组织安排。明白。 你好，吃点什么？就这个。啊，好。周晓彤，别跑！有事！谢谢。啊！
物现在在什么位置？对不起啊，老师，我跟丢了。丢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要跟我说对不起。半个小时以后来局里3楼会议室报到。你找谁？我那个……从这边进。哦，好。不好意思，我是来报道的，我来不及了。身份证，我核对一下信息。给你。这个。一会儿拿到正式的胸卡，再过来拿身份证。好，谢谢。哎，等一下，手机不能带，存在手机柜。哦。请进。老师好，我叫苏晓彤，有人通知我过来报道。苏晓彤到。听说刚才给你布置的跟踪任务，你失败了。对不起啊，老师，刚刚我路上遇到了点意外，目标让我跟丢了，请您再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。弥补？作为一个隐蔽战线的侦查员，这么简单的徒步跟踪任务都能被甩哨，导致了我们部门目标对象失控。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，可能目标他已经成功完成任务了。如果我要是被发现，会打草惊蛇。然后可能我们也无法得知他的真实目的。对不起啊，老师，这次是我不是老师，我是第1支队的支队长刘佳英。你也不再是一个学校里的大学生，你是已经通过入职培训，想要从事反间谍侦查工作的国安干警。是老师，对不起啊，刘队，今天是部门分配，你的意向是到我们部门工作，但我觉得不太合适。建议人事部门把它调到合适岗位上。好，刘队，我上学和培训期间成绩都特别好，我真的很想进我们1支队。能，谢谢。收拾一下。刘队，我是在来的路上临时接到的电话，当时说我离目标对象很近，让我接力跟踪。我当时身边没有队员支援。人物我确实跟丢了，这是我的问题。但您能不能给我5分钟，我把看到的线索跟您汇报一下，希望能对您有用。坐吧。来汇报一下你刚才看到的情况。目标，他的身高大约170左右，体型消瘦，上身穿了一件黑色西装。下身浅蓝色牛仔裤，白色运动鞋。他背了一个双肩包，包上是有刺绣，是“幸会”2字，会字是繁体。他习惯性把包挎在右肩，他还戴了一顶黑色棒球帽，帽子的调节带偏长，大约长出10厘米。帽子的后方有3行刺绣，白色的刺绣是NBA 的全拼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， 红色刺绣是1946。目标虽然是男性，但他的体型明显比正常男性要瘦小很多，而且灰色花边袜子不是正常男性会穿的袜子，所以我想目标他大概是女扮男装。继续。
从8点50分我找到目标开始，他先后经过了公交车站、路口、水果摊、小吃店，在公交车站停留了3分钟。那这个人在公交车站有没有和谁沟通交流，或者做了什么？没有与人接触过，但他身边没人时，他在公交车站一个座位边蹲下系了一次鞋带，然后从座位的腿上拿走了一个东西。车站对面都有监控，可以去回溯一下监控视频，看看当时是谁提前在那放的东西。那么车站一共有几个监控呢？4个，5个。不好意思，我不太确定。没关系，继续吧。目标经过红绿灯的时候故意停下，应该在侧哨，试探有没有被跟踪。哦，他在小吃店与人接触过，当时双方有聊天。我把聊天内容带回来。这是双脚趾，很容易留下指纹，可以查一下。跟他交流的这个人有什么明显的特征？身高180左右，体型比较健壮。他身穿棕绿色夹克外套、卡其色工装裤、马丁靴。他戴了一顶渔夫帽和口罩。他脖子上有一颗痣，痣的位置和您身边这位同事脖子上的痣位置相似。你还察觉到什么？他的右手应该受过伤，所以握笔的发力点和别人不太一样，就像您现在的握笔姿势。您就是在小吃店和目标对象接头的那个人，对吧？还有刘队，蓉蓉，我在商场也见过您，当时是您撞的我吧？这是队里对我的一次测试，对吧？那我想问一下，你第一次见到我是什么时候？第一次，不就是在商场你撞的我吗？看着眼熟吗？那个人也是您？其实你已经注意到了那双花边袜子，但是我在男装换女装之后还穿着，并且鞋也没换，这些细节你遗漏了。苏小棠，这个小测试呢是队里的传统，我们支队每一个新入职的干警都有经历过。那这么说的话，我还有太多没注意到的地方，还把您跟丢了。这只是一次非常简单的测试，不是很夸张，特征很明显。但是你要知道，真正的对手是绝对不会给你留下这么明显的漏洞。没错，发型可以变，衣服可以换，你的气味也可以变，但他们的反侦查能力更强，会把自己掩饰得更深。这个就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多积累经验了。不过还可以，你也发现了我们很多的考核点。给你个建议，你在思考问题的时候，手会不自觉地在膝盖上打圈，这些明显的情绪动作，未来会在工作中造成隐患，尽量改掉。是，我一定注意。怎么了？哦，没事。您刚才太严肃了，我没想到你这么温柔。我严肃吗？执行任务的时候。那可。所以啊，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，竟然会被一个小偷吸引了注意力，这个失主不应该啊。明白。可是我看见坏人就忍不住。刘队，我可以留在咱们队里了吗？色上空，到。向后转。
敬礼。礼毕。苏晓彤，到。在你面前的，是我们隐蔽战线丰功伟绩的革命先烈，他们深入龙潭虎穴，在刀尖上跳舞，与魔鬼做斗争，为了新中国的成立，付出了汗水、鲜血乃至生命，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对党和人民的铮铮誓言。此刻，他们正凝望着你，一个刚刚踏入隐蔽战线大门的新人，希望你能够沿着他们的足迹，走好未来的路。苏晓彤，到。刚才的考评仅仅是你未来工作的一部分，你会遇到更专业的对手、更强悍的敌人以及更残酷的斗争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报告，准备好了。好，你现在将正式成为我们支队的一员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再使用自己的本名，你的名字叫黄晨曦。是。这手已经备注了，放心吧，交给我。回来，回来，好，来，兄弟们见啊！来，大家停一下，给你们介绍我们的新同事黄晨曦。来，鼓掌欢迎。这是副队长麦子杰，武雷，你都见过了。耀军儿，我们队里的小黄牛。哎，你们都自我介绍呀？哎，嘉禾、程硕、小波、林涛、小高，耀军儿，带他熟悉熟悉环境。好嘞。抢我活儿去！这是会议室，只有局里特别重要的会议才会在这儿开，剩下的会咱那屋都能解决。然后楼上呢有健身房和温体中心，没事的时候多上去练一练。虽说这工作很重要，但是还是要劳逸结合的。嗯，这是技术科，咱办案技术有什么问题找他们。这个屋就厉害了，我要给你隆重介绍一下。外出任务的时候需要隐藏身份，来这儿。干活了，队长叫咱们开会。走了，走。以后啊，有的是时间装扮。新人嘛。技术那边呢也分析完了顾伟的手机，把目标锁定到了一个叫田阳的人。说一下吧。田阳，28岁，本地人，大学学的是计算机数控专业，毕业之后呢，进入到这个造船厂工作。他爱虚荣，物质享受欲极强，又不安于本职工作。3年前被造船厂开除了，但是据了解他人反馈啊，离开造船厂之后，虽然没有什么正经工作，也不上班，但是花销比以前更阔绰了，经常出国旅游，每年都会去几次。我插一句啊，我们还发现这个田阳会经常登录一个军事论坛。而这个论坛的服务器呢，就设在境外。注册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会员推荐，如果没有会员推荐的话，那需要花钱来购买一个注册码。一旦成为这个会员之后呢，就可以自由的发帖和浏览。发帖的数量越多呢，它的级别也就越高，可以浏览的权限也就更大了。没错，大家看这里啊，经过一系列有条件的晋级之后啊，就会成为发烧友。在发烧友这个层级呢，就会进入到一个群聊界面。在这个群里啊，群主通过再次筛选，找到一些狂热发烧友。先是通过共同兴趣爱好拉近关系，进而利诱，得手后再加上威胁等手段，使得一部分军事爱好者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被利用，从而向境外透露我方的军事秘密。而这个群主啊，就是田阳。
姐，人已经出去了。跟上。还挺悠闲啊。没干好事。杰子，去看看他拍什么呢？他在拍潜艇。哎，那什么呀？是不是很好看？去控制。嗯。王先生，安全局的。强生同志，至于吗？你们肯定是抓错人了，我什么都没干啊！干没干过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天阳，现在是我给你机会让你自己说，等我们说出来，性质就不一样了。我真是冤枉，我就在海边溜达溜达。你要是心里没鬼，跑什么呀？我怕你们是坏人啊！我这人缺乏安全感。你这么可怕，吓得你把手机都给扔了。啊！我这人胆儿特小。天阳，别嬉皮笑脸的，说，手机里有什么？什么也没有。你们要是不信，我也没办法。你今天不应该提前冲过去，就因为你惊了他，他才有机会把手机扔到海里。对不起。我们的对手都是提前经过训练的，我们的一个小的失误，他们就有可能静默10年。你知道会带来多大的损失吗？当然，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好好的完成任务，这就需要我们彼此配合，避免冒失。你要记住今天的教训，没有下次了。刘队，这是技术部门刚从手机中恢复出来的资料。拍得这么清楚，
交给麦总。好。你以为把手机扔到海里我们就找不到了吗？还是你以为海水的腐蚀性能让手机彻底的报废掉？你看看，这些都是从你手机里面恢复的照片，看清楚了吗？这些军舰怎么进进出出？我随手拍几张照片，这也算吗？你承认这些照片是你拍的？我承认。那这张呢？这是正在测试中的新型设备，是国防机密。我哪知道这是国防机密啊？这些照片你都给谁了？谈不上给谁吧，我们有论坛，大家偶尔共享交流一下而已。田阳，你可以继续抵赖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一旦证据坐实，你将涉嫌间谍罪。给他普及一下。好。间谍罪一般是指参加间谍组织、接受间谍组织或其代理人的任务，或者呢，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，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。参加间谍组织、接受任务就是行为犯，只要你着手实施，那就构成犯罪。需要重复一遍吗？听清楚了吗？我只是个军迷，爱好而已。那些军舰上不是也没写着禁止拍照吗？不是吗？刘队，这都是关于造船的书，还有一些军事装备的杂志，都是公开版物，没有什么可疑点。屋里的被子也都没叠，不像是个干净的样子。冰箱里的菜都是新鲜的，应该就是这2天的。厨房里碗都没刷，但还没馊。碗上挂着一点米粉，还没有完全失去筋道，说明早上才在这吃过饭。再仔细点，一会儿把垃圾拿上。刘队，你说他这么一个邋里邋遢又不爱干净的人，家里怎么放着台碎纸机呢？变态吧这是？变态？什么变态？变态什么呀？这上面写的碎纸效果是 cutting size 2×2毫米，碎纸机行业里安全分级1到7不等，这个碎纸机是其中高精度的，2毫米乘2毫米的纸屑，保密级别为6级，已经是军用级别了。只比那小米粒大一丢丢。怎么看呢你？他会有什么样的秘密，需要一台这样高精度的碎纸机？我先做抽样化学检测，看是否有化学密集。辛苦了。我只是个军事迷，在网上看到有人写公众号，还有自媒体需要点素材，就在港口随便拍了几张。从小在这长大，谁不知道家门口有军港啊？那些经常出海的，也能经常看到那些军舰啊。随手拍一张照片，真不知道这就违法了。
普通家庭会需要碎纸机吗？还是军用级别的？碎纸机。你在回想什么？在回想到底碎掉什么了？发票、银行存单、信件、密码，还是任务啊？哎，刚好现在是不是特别后悔，没有把碎纸机里的碎纸扔了？警官，您不用套路我。我说了，我就随手拍了几张照片。您要觉得我还有其他问题，请您拿出证据来。刘队，这是局里新颁布的这个咱们安全局的法律条款，让你看一下，有好多更新的地方。哎，刘队，检验科怎么说啊？老韩说没有发现化学密写的痕迹，有没有物理密写的痕迹呢？得拼出更大的纸张才行，至少是3平方毫米以上。那就拼。老韩还说了，拼不是不行，只是拼出来的几率非常的小。就以单张 A4 纸为例吧，长是297毫米，宽是210毫米，那么单张 A4 纸的面积就是62370平方毫米。对，老韩就这么说的。那2乘2毫米的碎纸屑，一张 A4 纸可以碎15592块。对，除去玻璃浆的重量，这里边的纸屑约为80克，一张 A4 纸大概是4.37克，也就是说这里边有18张的 A4 纸，4平方毫米的碎片大概就有280665片小碎片。刘队，不愧是数学专业的高材生啊，他说都对。这还没算双面打印呢，如果算上双面打印，还得再乘以2。当然了，里边可以去除一些 IC 卡或者铜板纸之类的碎屑。这可比逃离德黑兰里的碎纸碎多了啊！对呀，我电影里面还能找一群小孩帮忙来把它拼接起来，咱这复原性可能为0。哎，晨曦，你说呢？刚才我上网搜了一下，常用的70克 A4 纸单张厚度的标准为0.088毫米，也就是说每1毫米都包含了差不多11张纸的厚度。你们说这些就想告诉我，这件事情很难完成，对吗？据我所知，曾经有一个厂家号称他们的碎纸机精度是0.5乘以0.5毫米，是无法复原的。但还是有个电脑高手将那些碎纸的内容进行了将近70%的还原。好了，刘队的意思是啊，咱们也得找一个电脑高手。就你聪明是吧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们这个碎纸是那个的8倍，应该可以100%还原。情况怎么样？好决。现在检测发现，这里没有化学密写，我们只能通过拼接的方式来了解到里面的内容。可能量太大了，需要一些时间。时间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时间了。田阳拒不开口，我们调查得知，他和接头人过往的联络习惯，通常是在1周，最短的一次只有3天。所以我要求你们必须在3天之内突破田阳，否则有可能引起对方的怀疑，失去这条线索。局长，这时间也太紧了吧？况且我们组里的人员也不够，能不能给我们增派一些人手来做最原始的分解？而且，我们也需要技术部门派专业的技术人才来配合我们，这样也好检测每一个微小的碎片。好，我来协调各个部门，你们小组的要求无条件配合。谢谢局长，谢谢老局。刘队啊，好局都发话了，能帮上的忙啊，我们一定会帮。你看，我们屋都让给你了，对吧？
哎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们技术部门要见到的工作实在是海量的，每个人的面前都有数不清的工作量。那这样，你给我配一个电脑高手。哎呀，我们实在是腾不出人来了。哎，对了，我们有一个新人，他在大学的时候啊，就获得过数字建模比赛的金奖。最近啊，他也没碰到什么有挑战性的事情。哎呦，他还缠着我，想到侦查部门锻炼锻炼，正好让给你得了，顺便啊也帮我蹂躏蹂躏他。行，那谢谢了。刘队，我真能来您这儿上案子吗？我技术没问题，肯定能帮上忙。啊，上案子的事情再说。我就想问你 ，A4 纸如果用碎纸机打破了以后，你能复原吗 ？A4 纸啊，那就是算一个 AN 等于 N 的阶乘，就是假设纸片总数是 N， 那总的可能性就是 ANN 等于 N 的阶乘。这么说吧，将碎纸片作为节点，将误差平估函数的值作为节点之间的全值，寻找最优解。那本质上就是寻找最优序列的问题。没听懂吗？是你没听懂我的话吧？我就问你，你能不能复原？能。跟我来。刘队，这是小胖来支援我们的。这哪是一张 A4 纸，这是一堆 A4 纸啊！你不是说可以复原吗？到底行不行啊？是不是拼不出来，坏人就抓不到？抓不到大的，只能抓个小的。你把它复原了，我带你上案子。说话算数。其实这就是一个算法的问题，选择好误差平估函数，寻找最优序列，本质上也叫 TSP 模型问题。什么 TSP？ 也叫旅行家模型，就是一个旅行家，他要去 N 个城市旅行，每个城市都要走一遍，但是不能重复。现在咱们要给他一条路径，既能走遍每个城市，路径又是最短的。听懂了吗？说白了，就是对纸片的图案和颜色进行重建，再对纸片的两面进行细致扫描，根据颜色、笔记、折痕、纹理和边缘规划进行分类，再通过交互性分析软件找到相对应的碎片，最后由多台并行工作的电脑完成拼接。利用这项最新技术呢，不管是条形粉碎还是交叉粉碎，只要是通过扫描的碎纸能够进行数字化处理，就能找到相对应的碎片，重新组合，进行还原。对，就是先数学建模，再技术匹配。全部复原需要多久？这就取决于时间了。如果是无限延长的时间，我100%复原。小胖哥，你觉得可能吗？无限延长时间？那照你这么说，顺利拼完了，坏人不用咱抓了，早死了。我们只有72小时。第一就是分类，大家把碎片根据颜色、质地、厚度的不同，把相同属性的东西集中在一块儿，每个人不到2万张。多少？2万张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个局里说了哈，会派人给我们支援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太依赖他们。第二就是扫描，把相同属性的碎片扫描进电脑里，然后提取出新的图片。第3点就是拼接。我负责软件的算法设计，但是刘队，我需要有个人配合我把所有扫描出来的图片进行编号，防止重复和遗漏。王晨曦，你来配合。所有人不许说难，不许说做不到，咱们只有72小时的时间。麦队，你来。我想说的是啊，咱们这么多的碎片，你要把它一片一片的放到扫描机里去扫描，那得需要多长时间？需要多少台扫描仪？我刚才想了一下，咱们能不能找一些像这么大的玻璃片，用镊子呢把这些小碎片一点一点的平铺在这个玻璃板上，然后用另外一块玻璃板盖在上面，因为是玻璃嘛，两边都可以兼顾得到。再把它放在扫描仪上面，扫成照片传到电脑里，
这样子会不会更有效率一点？好主意。谁听得花落的声息？谁挽留还带走沙砾？谁会在风和日丽的这一刻看见你穿进风雨？去远听晴天的雷鸣，一环的长路的清醒。毕竟这一生本就不为被世界留名，平凡也不行。从那些没有呼喊的孤独里，拼尽全力无尽专心，去那些没有灯火的黑暗里，默默点燃自己。为那些素未谋面千万个你，要忘记我的名。哪怕不知远路可有归期，哪怕不被铭记，来了又去。呼喊的孤独里，拼尽全力无尽专心，去那些没有灯火的黑暗里，默默点燃自己。为那些素未谋面千万个你，要忘记我的名。哪怕不知远路可有归期，哪怕不被铭记，来了又去。